嘿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不是一款玩票性质的 AI，而是可能让你几小时就能创造出一本原来是这样，能放上 Amazon 贩售的儿童绘本的工具。想象一下，传统出版需要几个月，插画、排版、校稿，一步步慢慢来。但现在，有人用 AI 平台3小时就做完一本完整绘本，还真的卖出了超过50本。这不是幻想，而是 ReadKids AI 想要实现的愿景。但问题是，这样的工具真有这么厉害，还是只是新一波 AI 创业梦的炒作？今天我会用完整流程带大家从零到一实测一本绘本的制作，同时也会分享我自己的观察。第一，这平台有哪些真正厉害的地方；2，哪些地方还有待观察；3，对我们这些创作者来说，到底是蓝海机会，还是另外一场幻觉？AI 出版市场的机会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背景。全球儿童图书市场一年产值超过数百亿美金，而且需求量惊人。爸妈为了小孩教育睡前故事、启蒙读物，每年花的钱是没有极限的。但问题是，传统出版流程门槛很高，插画要外包，成本高，周期长；排版要专业软体，学习成本高；出版要靠出版社，人脉资源门槛更高。所以很多有创意的人卡在起跑点，最后只能放弃。而 ReadKids AI 想解决的，就是把复杂的出版流程一站式整合。你只要有一个故事想法，打字输入 AI 帮你生成插画，帮你排版。没有插画技能，也能做出一本能上架的绘本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，这工具不是单纯玩玩看，而是可能颠覆出版流程。2. 实测创作一本绘本。首先点击 AI 图画书的 AI 生成，看是要单本还是要系列绘本。我选单本。再来是选择故事是要给几岁的对象，还有故事类型选择，故事主题，是否拟人化还有尺寸的选择。再来输入故事主题，主题是小狐狸与春天的秘密。没问题就让 AI 生成故事内容。下一步就是提炼角色，这里我必须给个好评。插画风格资源很多选，手绘、水彩、童趣漫画，我选择这个奇幻风格看看。它会依故事里面角色自动给到角色选择，可以拟人化也可以真实动物样貌。点击生成后就会有4张可以供选择。选择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就到自动给到分镜，脚本没问题，无需修改就可以点选开始编辑故事落。结果不到1分钟，平台就帮我生成了12页的故事框架，每页可以增加角色跟看提示词是否需要修改，没问题就每页点击生成画面。生成后也是会给到4页给到选择，每页的角色都会保持一致性，很多 AI 绘图工具做不到的，而且每页有对应的文字描述。系统在大约2分钟内就完成了全书插画。你看角色的一致性还不错，小狐狸从头到尾长得一样，不会忽然变成狼。当然也不是完全没问题，有些背景会稍微模糊，细节不像专业插画家那么精致，但对于快速出书来说，已经算很惊人了。3. 画外音与 Chat 编辑。接下来我要示范2个关键功能。第一个是画外音，这点对 YouTuber 爸妈来说都超方便。你只要在系统输入文字，就能自动生成语音旁白，还能选择语速、语调。我试了一下，英文、中文都有支援，效果不会像机器人朗读，已经很自然了。第二个是 Chat 编辑，假设你生成的图里出现了一个不必要的小石头或奇怪的符号，你只要用 Chat 框选，输入移除石头， AI 立刻帮你修干净。这功能对细节修正非常实用，比传统修图省事太多。如修饰没问题后，可以点击生成影片，选择效果、动画及背景音乐选项，点击生成。我们来看看整个影片效果如何。小狐狸的春天歌。春天来了，我睁开眼睛，
小草从泥土里探头看，风轻轻，阳光暖暖。我是一只小小的狐狸仔，小脚踩着嫩嫩的草，小耳朵聆听鸟儿唱歌，叽叽喳喳，叽叽喳，鸟儿叫，你醒了，你醒了。我说，我醒了，春天真好呀，鼻子轻轻闻一闻，花香飘来，真香甜。红色的小野花，黄色的小野花，偷偷在草丛里对我眨眼。我在小河边喝清水，潺潺潺潺，小鱼闪闪游得快。我轻声问，小鱼小鱼，你冷吗？小鱼跳起水珠花，扑通扑通，笑哈哈。我在树下挖泥巴，手黏黏，脚黑黑，树叶摇摇，阳光洒在我的脸，沙沙沙沙沙沙，风吹过枝头，我学住跳跃，跟着影子跑。妈妈远远看我笑，小狐狸，别跑太远呀。我朝妈妈蹦蹦跳，妈妈，这是我的春天宝藏。我捧起小野花，放在怀里，一朵给妈妈，一朵留自己。春天的阳光照着我，温暖又舒服。我闭上眼睛，想着今天的快乐。耳边还有鸟儿歌唱，春天，春天，到这里了。我的小尾巴摆呀摆，妈妈笑眯眯，跟着我回家。春天的路上，我一步一跳。你听，草地好软，你看，野花好香。你问，春天在哪里？在我脚下，在我怀里，也在我们的笑声里。是不是勾起小时候听故事的回忆呢？4. 优缺点分析。好，来到重点。这平台好用，但我不能只说它完美。我总结一下实测后的观察。优点： 1. 效率极高，3到4小时能完成一本书，传统流程要几个月。2. 低门槛，没有绘画或排版技能的人也能做绘本。3. 角色的一致性，比起一般 AI 绘图工具，角色的稳定度高。4. 语音功能，话外音直接整合，省去额外配音软体。5. 商业潜力，已经有人成功把作品放上 Amazon KDP， 实际赚钱。缺点： 1. 画质细节仍有限，背景容易模糊，不及专业插画家。2. 故事生成偶尔模板化，需要人类编辑才能更有深度。3. 竞争问题，未来可能很多人涌入，市场会不会被 AI 绘本淹没？所以，如果你是想快速出版、测试市场的人，这工具很棒。但如果你追求艺术品质或个性化叙事， AI 还是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创作。5. 商业价值与未来展望。这里我想聊一个很现实的话题，能不能赚钱？ Read Kids 给出的案例是，一本书定价$9.99，一个月卖50本，收入$250，扣掉成本后毛利80%。如果持续上架，单本书每月可带来$150到$300的被动收入。这数字听起来不错，但要注意：1. 不是每本书都能畅销； 2. 需要一定的封面设计、标题、行销技巧； 3. KDP 市场竞争也不小。不过，我觉得它最大的价值不只是在出版变现，而是让更多人有机会把想法落实成作品。这一点对创作者心理来说，比金钱更重要。未来，如果平台能整合更专业的行销资源，或者开放更多风格模组，这会是个很强的出版生态系。总结一下， Read Kids AI 给我最大的惊喜是效率与完整度。它不是那种只会生成一张图片的玩具，而是真的能产出一本完整的书。但它也不是万能的，艺术层次、故事深度、专业出版资源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如果你只是想试试看能不能出版一本书，这绝对是一个门槛最低、效率最高的选择。
如果你是要做精致艺术作品，那可能还是要结合 AI 加人类插画师的混合模式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完整体验。影片下方我会放一个专属连结，方便你去试用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想听听大家的看法。你觉得 AI 出版会是蓝海还是泡沫？你会不会想用 AI 出一本属于自己的绘本？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在下支影片回复大家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的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力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